这一次争议的起点是那段来自坦桑尼亚某男子的 TikTok 视频。视频很短，内容却足以引爆情绪。菲利斯塔与男子站得非常近，两人戴着款式相似的帽子。画面中他在抽水烟，氛围轻松、亲密、随意，背景看起来像是一个朋友小聚场景。有人说他变得太自由、太放松，也有人说他看起来像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，还有更多人只感到震惊，因为这与他们认识的菲利斯塔完全不同。最引人关注的是，上传者在事件发酵后删掉了所有视频。删不代表真，但删也不代表假，它代表的是传闻影响到了当事人，或者影响到了当事人的周围环境。而在这期间，菲利斯塔本人依旧保持沉默。与此同时，网友注意到豆豆在饭局上被问到什么时候回国时回答2个月，这一细节又让事件变得更复杂。是不是某些事情正在悄悄变化？是不是菲利斯塔或周围的人也在为下一步做准备？是不是这一切都与某个即将揭开的真相有关？没人知道，但大家能够感受到一种即将发生什么的气氛。2. 反差，从传统孝顺到自由外放。为什么这次视频的传言会造成这么大的冲击？因为反差，在公众认知中，菲利斯塔的形象一直是温柔、内敛，以家庭为重，对长辈尊重，对孩子尽责，对杜宾的家保持礼貌与距离。然而视频中呈现的是另一个状态，轻松、随性、社交活跃，参与水宴、夜间聚会，与男性朋友互动自然。这让很多人意识到，原来我们看到的菲利斯塔可能只是他的一部分，原来他不是只有一种面貌，原来他真正的内心也许从来没有完全公开过。反差产生疑问，疑问加深情绪，而情绪累积就成为今天这场爆发的背景。但反差并不等于错误，反差也不等于背叛，反差只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并不了解菲利斯塔的全部。3. 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相信他？隐藏了很多。这并不是第一次让网友觉得故事背后另有隐情。回顾过去半年，我们能看到太多不寻常的细节。他突然离开中国，理由不清，过程模糊，外界全靠猜测。关于签证行程、回国节点的变化，经常前后矛盾，让人摸不着头绪。他时而表现对杜宾仍有牵挂，但生活状态又像在逐渐脱离过去。他的视频更新非常挑选主题，不谈感情，不谈决定，只展示某些片段。他身边人物变动频繁，包括最近那位坦桑尼亚男子的频繁出镜。当所有这些碎片拼在一起，公众自然会理解为，他有很多东西没有对我们说，不是阴谋，不是恶意，而是现实往往比表面看到的更复杂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句话如此有力量。菲利斯塔总有一天会告诉我们事情真相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他沉默的越久，故事就越不像表面那么简单。4. 在这起事件中，被忽略最多的是杜宾的感受。在视频发酵之后，许多网友第一反应是，杜宾看到这个，心里得多难受啊！无论两个人现在是否仍保持联系，无论他们的关系在法律或情感层面是否已经结束，这都是一个曾经投入过巨大感情的男人。他曾背过菲利斯塔，他曾把她当作家人，他曾努力建立一个家庭，他曾希望3个人一起生活。如今出现这样的画面，谁能不痛？谁能不沉默？也有人说，也许杜宾已经放下了，只是我们还没放下。但无论如何，这种突然爆发的传言会刺痛每一个还记得过去故事的人。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传言，是画面，是线索，但真正的答案不是网友说的，不是 TikTok 删视频的动作，不是外界的推测，真正的答案一直都在菲利斯塔那里。他沉默是因为还没准备好，他自由是因为在寻找新的平衡，他反差是因为真正的他比我们看到的更复杂。无论现在如何，他终有一天会告诉我们，他为何离开，为何沉默，为何改变，为何出现反差，又为何选择了今天的生活方式。那一天也许会很晚，也许会在故事结束之后，也许在他成为真正的自己之后，但真相从来不会永远缺席，它只是慢一点到来。在那之前，让我们保持关注，保持耐心，保持尊重，因为无论外界怎么猜，真正的故事只能由他亲口说出。